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曼达。最近的天气大家有没有觉得还挺好的？现在是一年中难得的非常适合户外 barbecue 的季节，所以千万不要错过。每年这个季节我都会想要在家里来一些 barbecue 的 party， 因为我觉得自己在家里做烧烤其实还挺方便的，而且也很干净卫生，就跟朋友聚会的时候很适合。那今天我会做一个有一点韩风的这个 barbecue 的 party。引火筒的主要作用其实是帮你更快的点燃这些炭。你可以用那种引火块放在下面，点燃了放在烤炉上。接着准备一下食材了，混合韩式辣酱、生抽、蚝油、香油、糖、韩式辣椒粉、蒜蓉。调好的这酱料呢，可以用来腌制，也可以用来蘸。烧烤整鸡的时候呢，我喜欢把它中间这样剪开，剪掉脊骨，让它从3维变成2维，这样展平了烤会比较快，而且入味均匀。刚拌好的辣酱里外都抹匀，可以腌一会儿。土豆、红薯去皮后都切块，用过一次性的烤盘，卷心菜随便撕一撕。把鸡直接放在上面，再准备些其他的配菜，青椒可以切块，压一满碗的蒜蓉。现在炭烧的差不多了，倒到烤炉里。用引火筒还挺重要的，因为你一定要让这个炭完全充分燃烧，要烧到它表面不见黑，这样它才能够保持比较稳定的温度。这种炉子呢，下面会有个通风口可以调节，现在开到最大，让这些炭能够再充分的燃烧一下。在 barbecue 里头烤这种很大块食材的时候呢，可以用一种叫间接烧烤的方法，就是把炭拨到周边，中间留个空位。我放了一个圆锡纸盘在里头，帮助定位。再把鸡连着蔬菜整个放在烤架上，让它正对着下面的圆盘，所以它下面是没有直接的火力的，炭都在周边，这样可以比较长时间的焖烤，也能防止烤焦。盖上盖儿。可以观察一下，这里有个温度计，基本上能够保持在200度左右就好了。就这样焖烤大概需要50-60分钟，所以这个步骤一定要在朋友来之前就准备好。接着来看一下其他的食材，我还准备了羊肉串、生蚝、五花肉、牛排、小豆腐，还有玉米。还可以烤点牛油果，切开去核。鸡烤的差不多了，打开盖儿检查一下，表面应该已经有焦黄感了，下面的菜也都感觉比较软了，可以再抹一次刚才的酱。看到这有没有想起之前的春川鸡排？其实调味是差不多的。后面就可以开着盖儿烧烤了。烤鸡下面的烤盘里可以加点水，帮助配菜煮得更软。现在可以把年糕放进去了。吃之前可以把鸡稍微剪剪，然后一边烤着一边吃着，这样感觉会特别好。生蚝可以先整个放上去烤，它会自己开盖儿，这样就比较轻松了，不用你撬。再放上超多的蒜蓉继续烤就好了。这里还有一小碟干料，我放了盐、花椒粉、辣椒面、孜然粉、五香粉，随意调一调，烤啥都能撒一点。
对了，还给大家推荐一下烤牛油果。如果你吃烤肉时喜欢吃肥肉的部分，那应该也会喜欢烤牛油果的。它烤过后吃起来就很像吃烤脂肪的那种香味儿。直接撒调料。这样烤好了就可以蒯着吃，或者你可以搭配其他的瘦肉一起吃。那今天这个烧烤就到这里就结束了，跟以往一样，每次都是用棉花糖收尾的，有没有？那因为最近天气真的很好啊，就是晚上这样烤肉会也不会冷。大家有机会一定要跟小伙伴一起试试，一起烧烤，好吗？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棉花糖烤榴莲。YouTube 的观众们，如果你们还想看我做什么菜，请在评论区给我留言。喜欢我的节目或者喜欢我本人，不要忘记点这里订阅我的频道，每周都会更新。咱们下周再见了，拜拜。